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前几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这个明居正老师帮我们中国近代史，特别在我们谈到整个宪政的一些发展体制的部分做了一些说明，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个这个宪政脉络的一些发展，到现在我们谈到在台湾的这些我们这自由民主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成果。那我们当然在谈到宪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在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当然过往甚至有很多的考试都要考这内容。但我觉得宪法本来就应该是内化到所有的人民。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谈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依法行政，那依法的最高就是宪法，所有的法规都不能违宪哦。如果用我的这个平民一点的说法的部分是我们生活一点的用词，我会觉得宪法简单的说就是人民跟国家的合约书。那有一些相对的规范，当然，大家依约来行事讲中华民国宪法，我觉得一点都不稀奇。我们今天来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们来帮大家上一下课所以今天明老师帮我们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看看这个，好吧。这个也是我们觉得中共自己引以为豪，说我们也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也是一个民主他们也号称自己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是依法行政我们的宪法大纲里面也有带领人民朝向美好幸福的那个环境，真的吗？中共有没有依约来行事？我想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以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宪法的部分，一般都谈到这个在政治学或者甚至我觉得在民主里面起手，其实在台湾很多的教科书，即便是这种常态的这些常规教育，也都会提到这一个部分的介绍。所以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回过头我们就请老师那对于这个既然宪法叫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有依法依宪所行事的国家，所以这句话如果这样来套用，是不是他们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依宪来行事的一个国家呢？应该如果说你要准确说是不是依宪而行事那应该说不是了。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嘛，我们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嘛，他们也真的也说这句话，但是有没有做到呢？在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看的，其实大概就是欧美西方学界呢，反正非共国家学界呢，大家对于一党专政国家的宪法的运作呢，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有宪法，它是一套宪法摆在那里。但是我们常讲说，中共那套宪法呢，或者所有这些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宪法呢，都是一个字面上的宪法，简单说是装饰用，这个装饰品，它并没有落实的。所以这个大家就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所以我想一开始当然我们就请教一下老师了。如果就我们来讲，就是当然会比较一下中华民国的宪法，就像民主国家宪法，或者我们直接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大家就把它好好的来做一下对照一下。老师要不要带我们来看看那有什么不同？老师要不要先帮我们做一下对照？对，那个我先声明一下我在学校里面不是教宪法的，但是因为这个宪法学呢，是我们政治学里面很根本的入门的这个领域之一。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宪法，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宪法。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说要把中共的这个宪法呢拿来跟别的国家比较，甚至我们不要说比较中共了，我们比较任何国家宪法呢，大概有几件事情我们会最先看的。是一般来说，它有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归属，最高主权归属到底在哪里？第二呢，就是最高的行政权力会摆在哪里？这2个概念是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详细说。第三呢，就是它国家不是有权力吗？因为我们设立的国家呢，既然有宪法就有国家了，它有各种各样的机关了。那么这些国家跟国家机关都有权力，他们的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那简单说就是，权力跟权力之间有没有制衡关系？那是什么样制衡的？那这是第3点。第4点呢，制衡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说，是不是能够保卫人民的这个权益，然后促进人民的福祉？也就是国家要用法律来治理的话呢，基本上呢，它必须回应这几个问题。
是，那刚刚老师有提到了说，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说，那我们怎么界定它的我们讲最高的权力到底是放在谁的那边？那所以说，老师你怎么来解读？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分析的话，中共的这些宪法里面，它的最高的权力的这些关系，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简单说啊，这个时候最高权力它是有2个含义，我刚刚讲了，第一个就是国家主权到底归属在哪里。第二就是最高的行政权力摆在哪里？我们就先说这个主权归属。大概所有文明国家它制定宪法的时候，像英国是不成文宪法，那别的国家是成文宪法，我们叫刚性宪法。大概现在具备刚性宪法都会说国家主权呢属于全体国民，大概都会这样说。当然中共说法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讲。像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就这样讲，我们说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然后什么叫做国民呢？凡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所以这定义是一层扣一层的，非常清楚。我必须这样说啊，法律的用语有的时候是严谨到呆板的地步，因为它基本上它不能有太多歧义，一旦有歧义的话呢，你解释起来就麻烦。那第二点就是法律还有一个解释权。那么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些法律的这解释权呢，通常在2个地方，要么在大法官会议，要么在最高的这个制宪会议或最高的解释这个宪法的机构那里。那我们过去是国民大会等等，所以这第一个。第二呢，中共有类似的话，但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话听起来很对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界定人民。他没有界定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有些学生是公务员，我就问他说：“你们平常在公家机关的时候，上来办事的那些老百姓，你们通称什么？”他说：“民众。”我说：“对了，通称民众。”那我说：“中共说上来办事人，我称为人民，你觉得他的人民跟我们民众一不一样？”很多学生就被我问倒了。很多学生说：“听起来一样啊。”我说：“不是的。”对中共来说，什么叫人民呢？人民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跟爱国者，敌视工农阶级、违反阶级意志的群体不属于人民。你没有权利，你就没有权利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你要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什么等等这些的啊，那你是人民。但是，一旦变成是反革命者的时候，你就不是人民，你就不享有这种权利。在民主国家不是，在民主国家的时候，你即便犯法，只要你法没有放到一定程度，没有褫夺公权力的话，你仍然是人民的，你仍然是国民，你该办事情还是可以办的，不是说因为你这样就没有了，没有这种事情。国家主权归属呢，不是很空洞的一句话，它的确真是落实到我们生活上面的。那这边中华民国讲得很清楚，跟别的国家的成文宪法差不多，就是凡是具有该国国籍者，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啊，他就享有这宪法上的保护。但中共不是，中共说是说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人民的定义不清楚的时候呢，它的解释就有一个空间在。一旦有了解释空间，而这解释可以任意解释的时候，那问题很大。那什么叫任意解释？我们等会儿再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国家主权归属呢，他们的界定的确是不够清楚。对啊，这个当然也笼统。另外一个说属于人民，在台湾没有问题，因为台湾现在总统可以直选，所以这个所谓直接属于人民，最直接的是谁能选总统，谁能决定公投，谁能决定国家的政策去挑战，那没有问题。还不是呢，还不是。你现在讲是具有投票权的，对，我们就有些人是没有投票权，但依然是人民，他还是一样人民。对，所以我觉得广义我们界定非常清楚，但这边刚刚老师谈到模糊。那我想我们接着当然再继续要请教一下明老师哦。那这样子大家也好奇说，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整个宪法里面在界定，你刚刚有提到最高权力机构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明确一点，跟我们来做一下比较呢？对，那前面讲的是国家主权的归属，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我们刚刚讲说就是说，到底谁是国民，谁不是国民呢？我们界定很明确了。好，第二个相关问题就是最高的行政权力在什么地方？你刚刚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总统制。那其实呢，我是个人比较赞成内阁制。那么内阁制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总统，总统有一定的权力，但相对它比较像个虚君。是。但这个虚君呢，在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权利，像德国的这个总统啊，或者德国的总统，但德国总统的权力就没有这个他总理来大。
法国有总统，法国有总理，但法国总统权力比较大，所以同样看起来有总统呢，但最高行政权力在哪里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基本上我们有总统制跟内阁制，就是最高权力在总统那边叫总统制，最高权力在这个总理或者首相的手上呢，这叫内阁制。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另外叫做委员制，像瑞士就是委员制。那么也就是还有国务委员，大家轮流的去当元首或当这最高行政首长。所以简单说呢，就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当然还有什么半总统制啦什么的，那就很复杂，我就不多说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华民国呢，过去就是在55宪朝的时候呢，比较接近内阁制，后来慢慢一路这个定案了，就我们上讲47年定案，然后之后在台湾行宪，我们又经过几次修宪之后呢，现在确定了我们是总统制，也就是我们的最高的行政权力在总统手上。总统底下当然有行政院长，他负责日常的事务什么的，但行政院长的任免在总统手上，而且他没有固定任期的。是。所以我们曾经有行政院长说啊，我的地位连外劳都不如。严格说，真的是，因为外劳他还有条约保障，还有契约保障，行政院长是没有的。要你走，马上你就要走。对，对。但是我们的总统制呢，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将来可能还在修宪。那么也修宪修到什么地方啊？简单说，就是这总统最后得对谁负责？当然了，我们有4年选制总统，最后你对选民负责。但是平常谁能约束你呢？谁能约束你呢？所以我们最后大概就会说，总统必须每年或者每半年呢，向立法院去这个报告一次，去咨询一次。也就是你必须向一个民意机关直接去负责，那这样会对总统才有足够的约束。好，那这台湾的部分，中共是这样，中共理论上把它最高的行政把这个权力呢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主权什么的，然后另外实际操作呢是在这个国务院，然后之上它有国家主席。可你仔细看一下呢，他们的这个权力呢，严格说不很明确。国家主席看起来是代表国家的，他有权利去任免那个总理。但他又不必真的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负责一样的，那你说他有没有实权呢？他好像又没有实权，这跟我们总统又不一样。他们的这个实权，行政实权看起来是在总理的手上，而这有实权的总理呢，他是有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家主席来任命的。所以这个权力关系在我们政治学角度看起来是不很明确的。当然人家说啊，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平常不开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常委会什么的。常委会比较像什么呢？像是国会的一个常设机构，像这个常设的一些多个委员会或小组等等，所以严格说呢也是不够准确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最高行政权力的这个界定啊，最大问题还不在这里。最大问题，请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第1章总纲的第1条，它这样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啊，很啰嗦啊，但是他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好，没有问题啊。第3段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换句话说，你不管说了没说到最后，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好，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说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话，那么法律是最高的。法律它当然有给一些空间，就是说，万一到窒碍难行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有紧急的一种方案，或紧急的立法，或紧急的裁量权什么等等。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讲，他就跟你讲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什么最本质的特征。然后在70多年的运作下面，我们发现说，屡的这个法律呢被党所践踏，被共产党所践踏，也就是共产党有最后的否决权。那说成白话就是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所以共产党比较大呢，还是宪法比较大？我们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就是说，即便是贵为总统，中华民国总统，你不能跨越宪法，你必须遵守宪法的规定。那么宪法对你怎么样？那你必须服从。那你要改变宪法，除非宪法授权你有这么大权限，你可以做这么多改动，否则的话呢，你受宪法的约束。那么在中国共产党，不管条文上这样讲啊，总纲的第1章的第1条，然后再来就是70年的这个中国大陆所谓的法治经验来说，你看见党是比法要大的。共产党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比较开明的时候呢，在报上可以看到辩论是党大还是法大。
他们自己在怀疑说，到底是咱们共产党比较大呢，还是法律比较大？就多数的这个大陆人居然说党比较大，那党比较大的话，那就没有法律了，是对不对？那就没有法律了，啊、就是随时随地法律就是参考用，那么你党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呢，党时时刻刻可以凌驾于不要说法律了啊，甚至于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话，那宪法就不是根本大法。所以你一开始问我说宪法是不是根本大法，我说也是也不是，口头上是，但实际上操作并不是。对，的确啊，你可以想象，如果台湾的宪法直接说本国家宪法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依归，以从事中国国民党领导。大概翻了吧，或者说这个民主进步党，对，之类一样，你一定觉得开玩笑。这我们国歌里面无党所宗这件事情，大家都开始在做辩证，这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值得大家思考了。当然谈到这个，既然还是回到检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里面，一定有一些制衡的机制哦。按理我都很好奇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难道没有权力分立，没有相互制衡吗？那老师。到底他们现在的这个宪法的状况是如何？这个问题就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国家跟怎么看待公权力的问题。那中国传统就是对公权力呢比较肯定，然后比较正面。我们常讲说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对，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中国的帝制行了2000年，发现说有的时候呢，好像真的不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有的时候你发现说，人民受到的迫害呢，正好就是来自官家，来自于政府。翻成我们政治学术语，就是说来自于公权力对你的迫害。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是经过了这么2000年的这么过程，他们发现说，他们不断受到王权的欺凌。那尤其是这个近代，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贵族呢，慢慢开始富裕了。然后国王要打仗要跟他们征税，他们不胜其扰，就想说怎么样能够限制国王的权利。所以从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跟战争权等等呢，然后出现了这个对于怎么样去限制公权力的想法。所以我说到底就是民主政治就是怎么样子限制公权力来欺负老百姓的一种设计，它的核心就是这样的。这个想法现在就是在民主社会，大家已经是很熟悉了。即便讲不出这句话来，但我一讲出来之后，大家听说哦，那我明白了。但是对于一党专政底下的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因为长期被洗脑，结果呢，他们听不太懂这句话。他们常常觉得说，哎，政府为我好啊，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啊，我为什么限制他呢？可反过来，政府有没有经常欺负你呢？有没有对你多征税呢？有没有说对你这个有些不公平的，譬如说拆你房子然后补贴很少呢？或者说司法不公正但不给你救济呢？或者说这个你明明没有染疫，但硬要把你关起来，最后不给你赔偿呢？那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权益是不是真正受到了照顾跟保障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当公权力、当政府在对老百姓做了不公平的时候呢，第一，它有没有限制作为？第二，有没有补偿？我们不是说政府做一定都是错的，但是政府做错的时候有没有补偿？然后比如说做了冤狱的时候有没有赔偿啊？什么等等，甚至什么官员要下台负责，或者官员自己要去坐牢，对不对？譬如说警察不小心在误用枪械情况下杀了一个好人，那警察去坐牢的呀。那这个就是说对于公权力的限制。所以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怎么样限制公权力。那么在成文不只是成文宪法哈。在不成文宪法，就像英国这个国家里面，怎么限制公权力呢？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当然，大陆朋友会觉得说，那权力为什么限制呢？权力限制的话，他不就不能做事了吗？不是这样的。权力集中，它办事情很有效率，但权力集中的危险就是它会滥权。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说，对。我很想要效率，但是我也怕他欺负我，所以两害相权，结果就是我宁愿他办事不要太有效率，但我想限制他的权利，免得他的这个权力过大的时候，他会来欺负我，我不但没有得到好处，我还受到害处。所以限制公权力，我再说一次，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那怎么限制呢？有内部制衡跟外部制衡，这就回到你刚刚的问题了。所谓的内部制衡呢，也就是你刚刚说的，是把权力分割而制衡。简单说，过去呢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所以我也教你读书，也教你识字，然后我又把法律给你，然后叫你照着做，你不做的时候我就去惩罚你，所以所有的权利都在我手上，我觉得所有权利就集中了。
这样子呢，政府做事情很有效率，但是政府一旦要欺压老百姓了，老百姓是无处反抗的。所以西方看到的问题就是说，那好，我把政府权力分开，分成3块。你刚刚说的行政权、立法权跟司法权。行政权就是当立法确立之后，法律确立之后，行政权来执行立法上的那个规范。立法有对有错，由司法来裁决，所以行政、立法、司法3个权力分开来，我们叫分割而制衡。那我们加了考试跟监察，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归附了中国传统说，考试权、监察权要独立出来，那我们分成5权。不管分成3权是5权，它的核心只有一点，国家权力不能集中为一。所以效率是比较差，但对人民的保障比较好。反过来说，当权力全部集中的时候，可能效率比较好，但他去滥权跟欺压老百姓机会就大得多。好，那这是第一个。所以不管3权5权，内部先切割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外部的制衡，就政府以外的制衡。第一，我们过去讲过，人民有4个权利：选举、罢免、创制、复决。选举权就是我选择谁来统治我们，谁来帮我们行政。那你说，你选了一个暴君怎么办？那可以啊。如果还能忍受的话，那4年以后我再选一次，我不选他，就选举权。如果4年都忍不到，怎么办呢？我行使罢免权。我们大家有，比如说25万人联署之后，然后就可以去提名去罢免，然后把它罢免了。这是对人的部分，选举罢免。对法律的部分，法律好跟不好，我可以有创制权跟复决权。所以人民有4个权利去约束政府的5个权利，这第一个。第二，就我刚刚讲的，有定期选举，我可以定期选你，定期不选你。好，这第2种办法。第3种办法就是我容许反对党的存在。甲党做得好，甲党继续做下去；甲党做得不好，我选乙党来做。乙党做得不好，我选丙党来做。丙党不行，我再回来试试看甲党。也就是说，我有多个选择，而不是说我没有得选择，只有一个共产党。这是外部的这个第3项。外部制衡第4项呢，就是舆论跟民意，就是独立的新闻的媒体啦，或者说现在是什么网络平台等等，或者不管是抖音啦，或什么YouTube 什么，大家可以上去各抒己见，可能说的对，可能说的不对。只要你一旦触犯到了诽谤罪，那人家可以告你，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去污蔑人家，但你讲的有道理的话，它就会形成民意。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这公权力呢，我们是比较在意的。我们有内部的跟外部办法制衡它。中共不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他说我有行政、立法、司法3权呢，对，他3权不是分立的，3权是共济的，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所以共产党我刚刚讲说凌驾一切，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共产党凌驾一切，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没有外部制约。内部的分割也没有了，外部制约也没有了，那这样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没有约束的公权力，它很容易滥权。这就是中国大陆70年来中共不断滥权去欺压老百姓而形成暴政的根本原因。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讲就是司法独立的问题。我们刚刚不是讲的行政、立法、司法3权分立出来吗？或者考试监察，它至少司法权独立出来的。司法权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我怎么解释法律？对，那个立法机关把法律立出来了，行政机关去执法了，执法当中有疑义，老百姓可以来挑战，就刚刚你说的，我对宪法可以挑战，我对行政的各种法律可以挑战，我对交通法规可以挑战，或对一些特别状况我可以挑战。那么一般的就到一般的法庭去挑战，最根本的就到宪法法庭去挑战。所以司法权的独立就是说，对，你可以立法，你可以执法，但是执法执的对不对，或立法的本意到底恰当不恰当，我可以到司法权这边去讨论。所以司法权一旦独立出来之后，行政、立法、司法独立之后呢，老百姓受到的保护比较大。当然，相对来说，政府的这个效能可能比较差。那问题就是，我们常觉得说，我宁可牺牲一部分的效率，但是呢，我对老百姓保护呢要更充分。老师谈这一点，真的让我感受非常强烈的部分是过去我们最常听到朋友之间在聊天说，你看那个中国开铁路多快，你看台湾好慢哦。那当然有人会回答，就是告诉你说，台湾是对于财产权的保障啊，再怎么样这个金窝银窝，那就还是他的窝，你不能去随便乱动啊。财产权、环保是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动物保护什么等等啊，所以太多了，太多，这就是台湾的特色。从老师刚刚提到的，人民是基本的依归啊，人民是如何，人民最大，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都非常好听。但为什么上访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受到欺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哭天抢地？他还是这个叫天天不灵？这显然我还是很好奇，这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从中国的宪法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了，我们刚刚讲，我们说宪法呢，我们不是说限制政府公权力吗？那就是说怎么样去保障人民。也就是我们授权给政府，让政府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让这权利不能回来欺负我们。也就是说，公权力要用的恰当，怎么样使得就是又促进人民的福利，但又不会伤害到老百姓。你说大陆宪法有没有这条？当然有这条，请看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有都有，对，都有，没有错，字面上都有。那回到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欧美啊、台湾、日本这些比较进步的民主国家里面，我们希望宪法保障人民的什么呢？第一，人身安全，也就是我的人身安全呢，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法律会保护我。但更重要就是我的人身安全不能受政府机关的迫害，这个是第一个人身安全。第二，我的财产权、我的居住权、迁徙权、工作权、求学权跟婚姻权。当然，如果再讲细的话，还包括生育孩子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我应该有的。然后宪法应该保护我，或者如果不是宪法直接保护的话，宪法制定各种下面层级的法律，一层层的来保护我的这些相关权利。那么大陆在宪法第35条都有，可是我们晓得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到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你觉得被非法拘禁的人多不多？然后被非法这个关押人多不多？被非法剥夺了各种刚刚讲说什么生命财产啦、居所啦什么等等这些迁徙的自由的这人多不多？然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多不多？然后被非法搜查的多不多？然后家财被没收多不多？很多，对不对？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论上最高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护，你觉得往下还有谁的权利能够受到保护？你不要说在文革当中冤死那这个几百万人，对不对？你说啊，那是文革事情，那已经过去几十年，你还拿来讲？对不起，过去2年的这个武汉肺炎，李文亮怎么回事？方方怎么回事？那些写小说的或出来这个哭天抢地的人，现在你看他还能这样说吗？所以他有言论自由吗？有出门自由吗？甚至说他有没有人身自由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部宪法不奇怪，宪法上写了各种的保证也不奇怪，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落实？所以回到我最核心的一点，如果宪法明白告诉你说中国共产党是最后的这个裁决者的话，那这部宪法呢就是装饰品大于一切，它就不是真的宪法了，就是假的。就好看的，所以，当然，这说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说我觉得不要说你每次都不相信台湾假的。我有时候真的常常跟老师说，我们真的很想做一集做一系列什么打脸央视。真的，每次我认为真的央视每次请那些台湾的评论员，那是一个最大的祸首。我必须在这边很严厉的说，那些都甚至是造谣者，错误的提供台湾的内部讯息。我刚刚提到了，其实大家有不同的价值，真君子，大家来辩证好跟坏。我今天评论你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欢迎你央视来评一下中华民国的宪法，敢的话来对照一下，来 PK 一下嘛。我们觉得这才有趣，大家真凭实据的来谈这些内容哦。那老师有没有还要再补充的？就您自己这样子来做一些对照，有没有什么还是要提供给大家可以来关注的点？如果说要再谈一点的话，就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了。也就是在民主国家里面的军队呢，不是属于一个政党的，是属于国家的。那中共不是了，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怎么用军队，然后怎么掌握军队。那个问题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说吧。所以简单的说，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部宪法，也是号称是国家的根本办法，是国家跟人民的合约书。但只是不巧，还有一个叫《太上皇条例》，但是这部宪法的内容由我中共说了算，只要我中共说了不算，这些宪法都是一个违法的法条。
都不是一个叫做你跟我所签订的合约书，这大概是打破我们的想法啦。我还是强调，在台湾至少我们对于宪法的界定就是国家跟人民的契约要履约行事，不履约行事你是可以挑战它的，你是可以申请释宪的。但我都很好奇，有人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申请释宪吗？我想透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只是快速，因为一期节目能谈论有限，但我觉得谢谢明老师快速的从其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点可以让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看完了这一集之后，我真的想问，你想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一个国家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来反思啦。那今天再次感谢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俄乌之战持续1个多月大家非常的关注真的是对于这些受难死伤的民众，我们致上最大的哀悼。当然也一方面谴责普丁目前看起来几乎还没有收手。很多的人说他是不是疯了？有人说没有，他非常的健康他脑袋还非常的清楚之前我们看到他还跟土耳其的总理有谈了一些希望停火的一些条件当然，虽然这么说，我们看到他还是边谈边打那甚至包含对于所谓的人道走廊的部分还开轰，这引起大家非常大的一个讨论跟批判。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也一直不放弃所谓的核威慑，也就是对于发起核战发动核弹攻击的部分包含他的官员接受访问的时候，对这件事情还是不愿意松口。我们看到了包含俄罗斯的所谓的末日专机，也就是专为在核弹爆发的时候去接走普丁可以在空中持续这个不受核辐射的污染，持续来做指挥的部分，也做了许多的一些准备而且还故意把这个飞航的一些资讯让西方了解。所以大家就说，普丁真的会发动核战吗？他到底有多狂？他到底会怎么做？未来整个战争的走向会是如何？我想我们今天好来讨论。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旅美学者我们刘仲敬老师，我们昵称他阿姨阿姨你好。大家好。是，我想我们一开始就请教一下阿姨美苏冷战的时候，过往我们当看到了大家开始这个做这些核武器的发展。虽然多次的公约针对核武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去做一些限制，但很多人还是认为可以拥核自重，透过核武器的拥有可以来威慑，让别人不敢来对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就在谈到说，真的吗？一旦发生了这些核弹攻击，到底这个核攻击会多严重？那另外当然在这次大家也会针对彼此之间的核武器做一些比较，甚至他们在谈到末日专机，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这些专机，真的一旦发生了这种世界级的从来未有的这种核弹战争，真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严重性的一些后果？那彼此之间，美国跟苏联相对的这些核武器的一些状况的一些比较，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刘老师呢？核威慑简单的说就是2个部分组成的，第一是核力量，第二是投射核力量的载具。后一部分是比前一部分要重要得多，但是一般大家包括媒体讨论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好像只讨论前一方面。例如通常说就是说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力量大体相当，都有几千颗核弹头，全世界的核弹头由这2国占了90%。似乎俄罗斯在冷战以后已经衰弱得很厉害，但是在核方面还是跟美国平起平坐大国。而普京的做法就是等于说是乌克兰战争戳破了俄罗斯军队的神话，证明俄罗斯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发动苏联军队那种规模的战争。如果只算常规武力的话，按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属于土耳其那种级别的地方性强国，没有理由跟美国平起平坐了。比起英法这样能够在远方投射力量的二等强国来说，都还要更差一点。当然，俄罗斯还具有土耳其所没有的东西，就是它的核力量。
而它的核弹头近似于美国，是比英法两国多的。但是这是流于表面的看法，就是核威慑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核弹头，在核载具。所以载具就是投射核武器的工具。最早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50年代轰炸机才是最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说过，曾经威胁过苏联，如果苏联对英法发动核打击的话，那么时间就是战略轰炸机飞越北极那点时间，目标就是莫斯科。也就是说，美国的威胁力量仍然是轰炸机载着核武器越过北极，以最短航线轰炸莫斯科。然后接下来60年代以后，陆基我们都熟悉的民兵导弹，海基我们都熟悉的核潜艇纷纷出现。相对于这些更加可靠的核威慑载具，原有的轰炸机显得不重要，但是它们始终都存在的。这3种东西，海基的潜艇发射核导弹，陆基的发射艇，以及流动的可以在各发射之间流动的导弹载具，再加上战略轰炸机，就是主要的载具。它们比核武器的核弹头的多少重要多。因为现在不是1945年，制造核武器本身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连朝鲜都能制造出来。现有的核大国，甚至是一些小国，运用自己的国力收集核材料，制造出核弹头本身不是困难事情。大国要增加自己的核弹头数量，尤其是毫无困难。但是核弹头的数量跟你的打击力量和威慑力量不成正比，因为你要有足够多的可靠的载具，而载具的精确性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例如，核潜艇发射的导弹，它精确度的范围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也是很关键的事情。如果你的载具只有这么多的话，那么储存过多的核弹头对你并无好处。比如说，假定你的载具3种主要载具只能同时发射出1000多个核弹头，这就是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现状。那么你储藏比1000多个核弹头多很多的核弹头，那是一种浪费。你一次只能发射，比如说1500个，你储存2000个、储存3000个和储存4000个，威慑能力是相等的，而成本反而更高，因为核武器的养护成本是非常昂贵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和美国都在裁减自己核武器，销毁一些过期核弹头，不会削弱他们的威慑力量，只会降低他们的保养成本。而且核弹头和核载具都是会过期的。一般的说法就是，根据技术水平，美国大概30年过期，苏联和俄罗斯大概20年。过期的核弹头和载具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还能发展去销毁。所以，尽管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后初期，俄罗斯和美国一度关系较好，这时候双方裁减核军备是合理的。但是2014年以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也转而积极开发新的核载具。在这种情况下，俄美两国仍然在减少了核弹头。为什么？就是因为核弹头跟核威慑力量不成正比，多余的核弹头只是多花费用。像美国1年要花400亿美元来保养它的核弹头，400亿美元什么概念？就是俄罗斯全年的军费。俄罗斯花不起这么多钱，俄罗斯保养核弹头的费用大概是80亿美元到120亿美元，这个跟标准有关系。因为苏联和俄罗斯往往习惯于把有些美国和西方国家当做军事开支来计算开支，划分到比如说科研开支和其他项目上去，所以统计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归根结底，核载具和比起核弹头要重要多，这是个基本盘。核载具的精确度以及被拦截多少是不断变的可能性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冷战大多数时间，双方的核力量是建立在确保相互毁灭和各自保存第2次打击力量的基础上的。确保相互毁灭就是说我能够把你全部摧毁，主要人口中心摧毁，我也能把你的人口中心摧毁。第2次打击就是，假如你先打了我的很多核武器已经被摧毁了，但是我剩下的核武器仍然足够做报复性的第2次打击，所以你先发制人也是白打，我还是可以把你全部摧毁的。第2次打击能力主要就靠核潜艇，
因为核潜艇不断的流动，它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很好的话，那么你即使把对方的本土全部摧毁了，核潜艇发射的核武器仍然足够发动报复性的实现恐怖平衡。这是冷战结束时期的基本状态。然后冷战过了30年，情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是双方就美国方面来说，其实已经有2000多枚核弹头已经过时了，必须销毁或者是销毁了。俄罗斯方面有多少？大家不得而知，但是肯定也有不少需要销毁的。冷战结束初期危险不大，大家都开始裁减核设施，而俄罗斯尤其是承担不起核武器的巨大成本。核武器方面的养护开支、研究开支这些加起来的话，占俄罗斯国防费用的40%到50%，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从我们乌克兰战争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已经尽管俄罗斯军队已经裁减到不到苏联军队1/3的地步，俄罗斯仍然必须进一步集中装备。他的做法就是怎么做呢？把一个师的装备集中到一个营当中。也就是说，一个师当中只有一个营的装备是完整的，这是所谓的营级战略群。这种做法跟苏联那种100万大军、1000万大军不计死伤打法来讲法，就等于是把一把又重又钝的斧头换成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营级战斗群是极其锋利的精兵，但是可惜一个师只有一个营能打。而俄罗斯陆军已经裁减到只剩下30万人，30万人当中还是一个师只有一个营能打。那么他就打不了大仗，精兵只能突破，不能扩大战线。扩大战线需要有大量的不计伤亡的4大名式的后备军，这个后备军他完全没有。如果突破进去，后备军跟不上的话，那么就只有2种结果：要么是孤军深入的部队，像空降兵在安东诺夫机场的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反扑和重火力消灭；要么就是单纯的隐藏战线，而由于自己兵力不足、后备军不足，战线越长就敌人。用形象化的比喻说，就是手术刀发挥不了斧头的作用，你一定要把手术刀当斧头用的话，手术刀会折断你的手。俄罗斯军队现在的状态就是手术刀折断在，原因是什么？就是没钱。没钱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核武器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异常巨大的负担。核武器花了这么多钱，它本身的军费才只有印度和韩国的水平，它怎样才能维持一支可以不辜负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历史负担的，能够应付这样历史负担大的？现实证明做不到。叙利亚战争这种规模它能够承受，乌克兰战争这种规模它承受不了。那么核武器的保养程度难道会比坦克和常规武器更好吗？显然不是，其中必定有很多载具已经损害，威慑能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冷战后情况是美国在加强自己的防御体系。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全球部署了铺路爪和其他什么探测系统。这些系统的用处是什么？在假定可能的针对美国本土攻击发动的时候，为美国方面争取预警时间。例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监视哨可以在，比如说假定中国的巨浪导弹发射的时候，刚刚发射的就能探测到它的基本轨迹，然后在这些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之前，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就可以工作了。导弹防御系统的复杂化和全球化是不需要增加核弹头的，是可以在核弹头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更加绵密化的。换句话说，比起里根和星球大战的时代，今天的美国在防御核打击的能力方面已经大大增强，预警时间大大增加。而即使今天俄罗斯拥有80年代苏联全部核打击力量，它今天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击中美国本土，而不会被中途拦截掉的导弹的数量，比起1980年代要少得多。这使得俄罗斯的核威慑可信度大大下降。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俄罗斯的核设施已到更新换代的时候，是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按照俄罗斯军队技术水平来讲，25年是一个周期。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是多长时间呢？30年了。什么时候是25年到期？2015年就是个25年大限时代。一点都不是巧合。俄罗斯正是在2015年左右开始开发它的新一代载具系统，
所谓的北风之神系统，所谓的高音速导弹系统，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发的。它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苏联遗留下来的载具，在这个时候已经大面积的出问题，所以它需要开发新一代的载具，而新一代载具是有些部分是非常针对性的，针对美国在防御技术方面的进步，例如著名的高音速导弹。高音速导弹针对就是美国的预警时间的扩大。怎样才能破你的预警时间呢？那就像周星驰电影上所说的火云邪神还是什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只有打得更快一些才能破它。所以俄罗斯积极发展高音速导弹作为制衡手段，因为发展像美国这样的全球防卫体系，财力是俄罗斯支撑不起的，它只有用进攻来弥补防御的不足，所以它发展进攻。因此，结果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很明显是与弹药不足。俄罗斯的弹药储备可能只够1个月，这一点我就不详细展开讲，因为是常规武器问题。所以他现在已经把高音速导弹打到乌克兰人手上，而这就使得军事评论家有资格进行分析了。分析结果就是好像俄罗斯高音速导弹很聪明，就是它是不是符合高音速导弹的定义都很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俄罗斯用来改善它导弹发射系统高音速系统，用在核武器方面能不能管用也是很成问题。而且这不是孤立现象，俄罗斯财政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技术方面的不足。本来按照2015年前后施政计划，2021年是一个大年，在2021年之前，俄罗斯的核载具应该全面翻新，包括北风之神的潜艇啊，包括陆基导弹呢，包括高音速导弹呢，包括战略轰炸机，应该全面更新换代。这些具体的军事业我就不讲了，为了节省时间。但是总之，它说明是苏联遗留下这些东西已经有很多不能用。但是，今年就是2022年，十分不幸，被中国的军事评论家吹得无比强大的北风之神、高音速导弹、陆基导弹的发射体和所有的更新，目前为止没有一样能够使用，他们全都没有进入列装，原因还是缺钱。按照俄罗斯军队公开发布的计划。列装计划本来应该在2021年完成列装计划，需要推迟到2024年，这个又是一个钱的问题。俄罗斯军队此时此刻，俄罗斯军队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青是苏联留下来的核威慑力量，已经坏的坏，朽的朽，急需更新的。防就是俄罗斯在最近10年开发出来的，准备替代苏联载具那些东西，由于钱的问题。很可能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进入军队，因此俄罗斯目前的核打击力量是不是管用，这是非常值得反映的问题。当然，核武器状态跟俄罗斯军队其他常规武器一样状态是基本一样的，他们衰朽和破败的速度也是基本一样的。就像一个人如果衰老的话，不会是只有心脏衰老，肺很年轻，衰老速度是差不多的。这也是普京为什么会在现在发动乌克兰战争，尽管明知道有无数个不利之处，普京当然不是神经病，他了解俄罗斯的人民，他知道俄罗斯人民放弃了叶利钦选他，是因为他继承了沙皇的帝国主义，他是一个代沙皇，他把自己塑造成慈父，也是为了把自己塑造跟沙皇差不多。俄罗斯人民不愿意舍弃帝国，才抛弃了叶利钦选择他，是俄罗斯人民和精英集体要去保卫帝国。但是保卫帝国就需要有成本，最大的成本当然是军事成本。俄罗斯军队在不断衰退，所有东西需要更新换代，老东西用了自然是坏的，更新换代需要钱，没有着落，人力没有着落。10年以后，俄罗斯军队情况会不如现在。而自从2014年战争到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乌克兰在北约和那些小组和美国军事专家指导之下，它的军事编制和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北约用大量的西方武器去武装它。那么2022年就已经这样了，那么2028年呢？就不要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再把乌克兰武装6年以后会怎样？俄罗斯军队那时候俄罗斯军队比现在更缺钱，苏联留下来的现在还能用的装备，那是肯定不能用的。而新制造出的装备数量上可能赶不上原有的装备，质量上有各种问题，俄罗斯军队会比现在更弱。那么，要么我们就尽早放弃了帝国，
但是我们要注意，是俄罗斯精英和人全都不愿意放弃，不是普京一个人不放弃。所以这条路不能走，不能放弃帝国，那么就要打仗，防止像乌克兰这样的附庸国一心一德。那么打仗是现在打好呢，还是8年以后打？没有问题，现在打好。现在打虽然有100个不利之处，但是8年以后再打就会有500个不利之处。普京现在可能后悔2014年为什么不打？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前国防部长就是普京在乌克兰东部搞出来了个国际不承认的共和国。国防部长舍列科夫在2014年就力主直接进攻基辅的。当时普京故意国际法不行，现在他可能后悔了。当时进攻基辅，乌克兰军队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现在过了这几年以后，已经打不进去了。那么再过几年，只会更糟。所以核武器情况也是这样的。普京现在把核威慑拿出来，是因为现在是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但是再过几年呢，可能是亲也没有，防也没有。道理很简单，就是制裁已经启动，石油已经卖不出去。几年以后，俄罗斯的财政会比现在更糟糕。2024年换装的计划是在乌克兰战争以前立定，只是比2021年推迟3年，还假定当时还能卖到些石油钱。但是在现在这种制裁情况下，2024年可能那些新装备没法列装了，可能俄罗斯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新装备了。现在过去乌克兰战争以前，俄罗斯的核武器是轻防不接。乌克兰战争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器恐怕是轻也没有，防也没有。铁的事实就是，未来假如现在核战争并没有爆发的话，那么再过几年，俄罗斯将不具备打核战争能力。那时候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还能残存的话，必须再做一部分瘦身，它可能只能够支持英法这种水平的核武器。核载具再也付不起1年80亿美元的养护费用，以后的就不会有俄罗斯和美国平起平坐2个核大国，其他英法中国这些核小国的局面了。以后就是美国唯一的核大国，俄罗斯、英法这些中国这些都是核小国的局面。这是一种可能性发展。第二种可能性发展就是，像乌克兰战争、常规战争情况下，既然以后情况只会比现在更糟，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打出去呢？索性打一下，趁着我们还能打得出。虽然现在打是肯定会输的，现在打的话，照我刚才描绘的俄罗斯核武器和俄罗斯军队状况下，那就不会像是1980年的苏联，确保相互毁灭，还保有第2次打击，很可能就是俄罗斯单方面毁灭了。而俄罗斯哪怕是先发制人打出去导弹，在被美国拦截了一部分以后，又因为自己的载具朽坏、缺乏养护以后，那只能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核武器打到美国本土，比如说造成几10个切尔诺贝利这样灾难，但是不足以消灭美国主要人口中心，也不足以消灭美国军队。然后这样一个俄罗斯在发动这场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还是前2次世界大战所没有大规模核战争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必然会有纽伦堡审判，俄罗斯会遭到纳粹德国一样待遇。普京那时候如果还活着的话，是会像是戈林元帅他们的同僚一样，希姆莱他的同僚一样被绞死。俄罗斯的文武百官和3军将领会像纳粹德国一样遭受侵犯，这跟乌克兰打常规战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就算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或者哪怕在乌克兰也使用化学武器，他不会遭到纳粹德国或者是纽伦堡审判的状态。俄罗斯的军官，就算是普京和他周围几个大领导人，一般来说，俄罗斯军官和俄罗斯统一党的党员、俄罗斯政府的文武百官，不会像2战结束以后的，哪怕是一个在奥斯维辛负责看大门的一个普通纳粹党员，都会被追杀到天涯海角。70、80岁的老人躲几10年以后被揪出来以后，还要派出去死。今天的俄罗斯，无论乌克兰战争打成什么样子，灭了乌克兰也好，或者是被乌克兰人自己打垮了也好，连同高加索、库班全都大乱血也好，他不会有这样的。俄罗斯军官和寡头就要好好掂量。如果普京真有发动核战争的打算的话，那么是直接要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命运。同样，普京自己也不这方面掂量，所以我认为普京实际上不会真的发动核战争。他发动乌克兰战争是根据我刚才描绘的这种拿破仑3世式的计划的理性计算。拿破仑3世一方面是受拿破仑1世留下来的名誉和战无不胜的军神名誉和法兰西帝国的历史包袱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因为普鲁士正在进行工业革命，
它的相对国力越来越强。等普鲁士统一了德国以后，法兰西处境只会更糟。现在打虽然不利，将来打只会更加不利。所以他打普法战争虽然失败，却是理性的；普京打乌克兰战争也是理性的，他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所以根据同样理性的计算法，他为了争取叙利亚战争这种不痛不痒的制裁，针对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惨重，但是俄罗斯的文武百官却不会遭到纳粹党人待遇这种制裁，和一旦发动的核战争真的形成第3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纳粹党一样躲都没地方躲的待遇是这样，他会做出选择，因为他是理性的，像拿破仑3世一样理性发动战争，所以他应该不会走核战争的道路。我想我们谢谢阿姨很清楚的针对这个包含美国跟俄罗斯整个核武的一些装备状况的部分做一些说明那接下来战争那会怎么走呢？如果今天提出的这些和谈条件都谈不拢，我觉得战争到底会怎么发展下去？所以阿姨您自己怎么预测？实际上战争就是最可靠的测试，比起平时做的文宣和认可性专家评估都更。战争的进程已经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是实际上前线停滞已经有1个星期了，渐渐的战线上变成俄罗斯用远火和导弹进行袭击，而正面攻击的部队却很少有炮火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俄罗斯军队储备的弹药已经耗尽，因此前线没有办法集中火力了。乌克兰方面大概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乌克兰有西方的一些援助还是源源不绝进来，条件可能比欧洲好一些。这个当然，所有国家都不会储备无限制的军事资源和弹药，弹药也是会过期的，多储备养护费用也是很高的。一般来说，顶多有几个月储备就了不起了。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是在开战几个月的时候，平时储存的炮弹都已经用光了，所以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把平时用在一般行业上的劳动力全部集中到前线部队和军火厂里面，大量的生产炮弹供应前线。要不然所谓的8月炮火，1914年8月炮火，等不到当年圣诞节，英法联军和德军的炮弹都要为时不多。双方的计划最初都是要打普法战争那样短暂的战争，准备圣诞节的时候就胜利回家，结果战争长期化了，必须实行总动员体制。谁也没有料到这样战争竟然打了4年，而4年之内炮弹和军事物资能够维持下去，就靠全民总动员。女人、妇女解放根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来不工作的女人必须出来从事大后方的工作。其实虽然整个过程很现代化，但是其实跟杜甫的诗歌里面描绘的并无什么不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汉家山东200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农某无东西。那是农业时代，主要的生产就是在田里干活。平时是妇女在家里面做家务活，男人在田里干活。但是战争来临的时候，男人都到前线，家里面只有妇女，妇女也必须下田劳动。第1次世界大战造成所谓妇女解放是吧？本来只需要干家务活的妇女，必须走出他们的家门，把男人的工作也一起承担下来。这跟杜甫那个时代“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农某无西东”是一样的，充满了悲凉的情况。妇女或者选女权，男女平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男人干的活，女人也得干，不能像19世纪和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一样，说我是女人，我应该是受保护的，负责生孩子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干活的事情应该由女人去。对不起，女人也要像男人一样干。这都是战时体制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延续的结果。没有这样战时体制，2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都没有办法结束。而今天的俄罗斯没有办法，出于政治上的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实行总动员。顺便说一句，乌克兰倒是实行总动员了，200万壮丁全都上了前线，妇女撤到欧洲，但男人不准走，18岁到45岁男人全部上战场。这是一种类似长平之战、秦国长平之战和2次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体制，结果造成一种特殊现象：俄罗斯尽管是国大兵，形式是国大兵多，但是真的在前线的时候，反而是处处兵力都处在劣势。这种格局很像是普法战争。普法战争以前，法兰西是世界级强国，能够跟英国平起平坐只有法国。普鲁士只是小国中的强国。他的战绩也不过是德意志各小诸侯当中能够打败别的诸侯而已。普鲁士军队从来没有出过欧洲，法国军队从大清国的巴里条一路打到墨西哥城，
打遍天下无敌手。只要是英国没有参加战争，法国没有打。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法国军队8天就能到柏林，普鲁士这样的小国绝对不能跟法国打。但是这都是只算了双方的职业军队，法国有几十万职业军队，普鲁士只有几万职业军队。但是普鲁士迅速实现了总动员，调动了结果，普鲁士的预备役军队预备役士兵平时训练的很好，军事质量跟正规军相差无几。而法国的国民警卫队一般来说是没有野战军的素质，而法国也根本就没考虑动员这方面。结果等到普法战争爆发时，普鲁士有100多万军队，而法国只有几十万军队。法国军队在每一条战线都摧毁。今天的俄罗斯跟乌克兰很接近的情况，乌克兰已经动员200万壮兵，以全民兼兵的形式投入战斗。2014年乌克兰军队是苏联军队残余，在乌克兰中立时间内军备废弛，基本没有战斗力，而且国家领导人也没有抵抗俄罗斯决心。然后在这几年，乌克兰恢复全民兵役制以后，所有男人都要当兵，每一次当几年以后，都派到东线顿巴斯前线去打仗，打仗以后退役，再把没有打仗的人再派来。结果8年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乌克兰的成年男子都在过去8年时间内打过仗，他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全民兼兵制度。而俄罗斯所依靠的还是谢尔久科夫军改以后，从苏联的数百万大军裁减下来的，仅仅只有28万人的陆军。而这28万人的陆军，由于钱不够、装备不够，每一个师都只有1个营的一个作用。结果就是《孙子兵法》上说“食者为之，侮者攻之”，在普京这里面变成“半者攻之，十分之一者为之”。是人类军事史上很少有围攻一方的军队比起被围攻一方的军队要少的这样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居然在乌克兰战争中发生。俄罗斯每一次发动进攻的时候，他的军队都要比防守一方的军队要少。围攻像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这样的城市，上百万人口，最少有10几万人口的城市，他的军队最多的情况之下，只是像马里乌波尔，乌克兰的海军上加上民兵，大概有1万多。俄罗斯派出去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再加上顿巴斯民兵、车臣的那个叙利亚人各种辅助，拼拼凑凑不到5万人。就算全是正规军，5万人围攻1万多人，也是没有办法攻守做到的。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围攻，你预先就会看出他绝对没有办法成功。当然，在弹药还能跟得上的情况下，没有成功之下可以打一打。但是现在前线停滞，说明俄罗斯的炮弹已经像是1914年圣诞节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炮弹快要用光了。当年英法德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描述过，全民动员，能上前线上前线，不能上前线至少上兵工厂。男人如果身体没病的话，既不上前线又不上兵工厂的话，那就跟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就要跟女人在一起工作，受到这女人嘲笑。但是俄罗斯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的话，等不到4月，我们知道普京发动进攻季节也是极其糟糕。当年纳粹德国进攻俄罗斯什么时候？6月份。纳粹德国的原有计划是什么？5月份进攻。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战争，他推迟1个月，这1个月非常要命，因为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是冬天已经来临了。德军将领都说，如果早1个月进攻，莫斯科是我。但他为什么不能够4月就进攻？4月是乌克兰的地上都是难民，机械化部队无法行动。普京大概是准备72小时结束战争，像2014年你们乌克兰不会，但是真的打起来的话，冰火接连到4月份，俄罗斯的军备已经耗尽，地上都是难民，这个仗是没法打的。接下来事情就要看，假定西方跟乌克兰愿意给多少援助，还是无限制的供给，因为乌克兰靠自己军事储备是打不了仗，乌克兰是有足够的士兵啊。假定北约愿意无限制的给乌克兰援助，而俄罗斯并没有得到其他的除现在以外的军事资源，既不能实行总动员，也不能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也得不到其他方面的援助的话，那么战线到4月份季的时候会全部瘫痪下来，俄罗斯一个据点都攻不进去，但是乌克兰也难以反攻，因为谁都不能无法行动。然后等到5月中下旬，葵花草地长满向日葵的
长满向日葵和谷爱的欧亚大草原变成干燥的土地的时候，俄罗斯军队会像适当的法国军队一样全军覆没。由于野战军覆没，国内秩序无法维持，广大的俄罗斯地区会迅速陷入内战。但是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可有两个因素可 ：A. 假定北约给乌克兰的武器供给是有严格上限的，就是说是在俄罗斯的攻势停了以后，北约就不愿意继续武装乌克兰，那么乌克兰难以反，也同样难以扩大战争。B. 假定俄罗斯能够，比如说从中国得到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中国的代工生产能力，运用中国的代工生产力，以及通过香港和中国在海外的白区党，以军民融合的方式，获得西方的必要的零配件，来维持俄罗斯军备生产的话，那么俄罗斯还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的。那么这就涉及拜登总统前几天跟习近平会晤，沙利文跟杨洁篪会晤提到了个重要问题：中国要不要支援俄罗斯？美国会不会因为中国的资源而制裁中国？假定这就涉及到多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了。在最高级别排列组合，中国按照朝鲜战争时的规模，全国的军工市场全部支持俄罗斯，而美国也按照冷战时期规矩，连俄罗斯在中国全部攻克起来。那么中国现有的代工生产能力，在跟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合作，把中国现在的生产线和原材料全部动员起来，只管数量不管质量。我们都知道中国军品是有很多质量问题，现在时间来不及详细讨论，但是我们可以不管这些，只管数量不管质量。中国军事生产全部转入战时体的俄罗斯，那么俄罗斯至少还能维持一点。乌克兰前线就会变成乌克兰士兵用西方武器，俄罗斯士兵用中国武器的对抗，战场至少还能维持。是，但是局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可能是中国只是个别的偷偷摸摸的把他的卡车支援俄罗斯后勤。顺便说，俄罗斯在二战时期没有被德国打垮，主要是因为美国卡车，美国给了45万辆卡车，苏联自己只有25万辆卡车。苏联25万辆卡车当中，在基辅会战结束的时候，80%已经全毁或者被浪费掉。如果美国卡车不来，如果北极航线、伊朗铁路和太平洋航线不开通的话，基辅战役以后，苏联已经亡国亡定了，他的军队得不到足够的后勤，前线是没有办法打的。是美国卡车支持苏联军队打败了纳粹德国。今天苏联军队有多少卡车？5000辆，过去50万辆，现在5000辆，过去1000多万士兵，现在20多万士兵，这就是俄罗斯军队跟苏联军队的差别了。这就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的差别。也许假定中国并不是会全力支持俄罗斯，只是偷偷摸摸的用某些像中兴、华为那样的白手套企业进行个别而具体的支持，而美国的制裁也是像中兴、华为那样个别而具体的制裁。那么我们可以，局面又要取决于北约在这种一面个别封锁，但是又不能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各种漏洞不能完全堵上。俄罗斯受到制裁，但是中国仍然可以像伊朗、朝鲜受到制裁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比如说利用香港和朝鲜外走私的方式支援朝鲜、支援伊朗，保持伊朗和朝鲜处在不至于完全饿死的断供状态。那么，这就要取决北约政治决策了。北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能力通过大量援助乌克兰，在今年以内基本消灭俄罗斯军队。但是他也可能为了避免俄罗斯铤而走险，或者因为俄罗斯帝国全面崩溃，而在中亚引起无法控制地缘政治后果，而故意节制乌克兰，在适当情况下收束乌克兰攻势，使局面在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倾向于双方都无法作战，使得谈判像南斯拉夫就在危机的时候，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进行谈判制造出一个双方都不得不谈判的局面，而不是武装克罗地亚人完全打败塞尔维亚人。所以这件事情大部分是取决于西方盟国的政治决策。拜登总统要到布鲁塞尔去开会，主要就是协调西方国家的政策，一小部分呢要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决策。中国愿意干涉到什么程度，支持俄罗斯到什么程度。
谢谢老师刚刚的清楚的分析哦。显然目前看起来这个乌克兰还是受到比多西方的一些援助哦。的确，我们看资讯的资料，武器啦、弹药啦、医疗各方面的装备还是不断的送入到乌克兰。当然，也是乌克兰自己的军民对于对抗要胜利的决心，我觉得那个所谓的战争精神的意志的部分，是比俄罗斯很多人不知为何而战的部分强烈许多。俄罗斯如果没有外部的一些援助，显然他也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前阵看到包含什么战车工厂没有晶片啦，因为过去这个因为制裁的关系，很多晶片也不送过去，所以他的确真的很能仰赖的部分就只有中国。中国要不要提供大家一些资源？中国要不要去协助偷偷去递送这些武器？所以西方国家，美国包含这个拜登，当然就是警告中国。所以中国以您所了解的部分，他会继续逆风而行吗？就是您刚刚提到中国在这个部分来讲，显然至关在这个战役上有绝对的一些影响的角色。那接下来会怎么走？中国会持续的逆风而走吗？中国肯定是配合西方制裁，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从习近平和杨洁篪说的话当中，王毅说的话当中已经很清楚了。习近平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责任不是都在俄罗斯一方，减宁还是记宁人，就等于说是根本责任还在美国。就是说，他不承认美国对和西方实验对这是冲突的解释。这个杨洁篪和王毅的话就说是他们准备各自努力。什么叫各自？就是说你们美国人做你们的努力，我们中国人做中国人努力。比如说，他准备单干，而不是配合美国。而美国方面的话，始终是这样的：做了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就是无论你怎么解释自己行为，假如你的人违反了制裁，我们也是要制裁你的；如果不违反制裁的人没事。你是出于什么理由违反制裁，还是出于什么理由不违反制裁，这我们都不重要，我们只看最后的效果，就等于是亲戚间关系的意思。所以中国肯定会配合制裁，但是不配合到什么程度，那中间是大有分寸，有很大的变化幅度的。最大程度就是把中国整个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因为中国的工业生产是大于俄罗斯，只管数量不管质量，而且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渠道和中国比如说在比利时和其他地方代理，通过金融市场购买卢布这方面的支援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可以购买很多零配件的支持俄罗斯的战时生产，把中国整个动员起来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其实只是把用对付伊朗、朝鲜那种小规模小动作，搞一个昆仑银行秘密跟伊朗做生意，同时不妨碍我们大多数代工企业去跟美国出口，只是把对伊朗和朝鲜的经济联系稍微扩大一点点，整体上讲还是想跟美国赚钱，希望美国人睁眼闭眼，要制裁中心法位就行了，别的公司还可以去跟美国做生意。但是如果美国不配合，不按照这个假定形式的话，有没有中国恐怕也没有什么在维持两面政策还是能够获利。所以这个政策上选择多多少少是看赌的，比如说如果赌错了，对方的反应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唯一可以肯定就是中国绝不会遵守美国制裁标准，但是破坏程度有多大，以及美国对这个破坏的愿意采取反制程度和愿意宽容的程度，愿意睁眼闭眼程度有多大，这事情是不能够绝对说准的。我个人的判断是，就是美国大概不会把中国跟俄国完全同等待遇，因为中国经济有很多部分有很多代工企业，对于平抑美国的物价，因为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几十年没有的通货膨胀，有相当大的贡献，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政治基本上没有影响。把这一部分制裁对美国并无好处，所以美国大概不会像是对付俄罗斯全部冻结它的资产，让所有的贸易市场中断，让俄罗斯出口的船都在海上漂都进不了港，大概不会做到这一步。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像把过去对付中心法威的这种制裁方式扩大到会涉及军事科技的企业，把过去睁眼闭眼可以当做民用出售的军民两用技术，以后都当成军用品逐步收紧，是一个逐步缓慢收紧的政策。最初这一年内，就是在俄罗斯注定要耗尽军事资源而面临解体威胁最初这一年内，大
大概还不会像是50年那样把中俄全都放进一个冷战阵营里去。谢谢今天我们阿姨有带来这么精辟的一些分析哦，因为的确俄乌之战这个延伸的面向非常的多。借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大家重新好像在针对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一些价值选择，全世界所有包含各国的领袖、各国的人民，重新都因为这个战争针对自己国家的一些定位重新做盘整，对于社会重新国际秩序的一些整理来讲，我想都有一些变化。只是说因为战争还没结束，但我们希望赶快来结束，但显然还有非常多的条件必须要去促成，才有办法立即停止俄罗斯这样疯狂的发起战争哦。我们再次感谢阿姨愿意接受我们的一些访问哦。当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一些建议，希望给我们的节目有哪些的题目，希望来做一些关注哦，当然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那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这个点阅、按赞、分享让我们的节目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做更好的一些节目提供给大家。再次谢谢阿姨，也感谢大家的收看。OK， 谢谢大家。